被西方制裁后，俄罗斯开始拆飞机过日子，中国能帮上忙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极为残酷的制裁，对俄罗斯民用航空的影响正在显现。据《莫斯科时报》报道，由于其民航客机缺少零配件，俄罗斯民航机队的运营已经出现了危机。俄航开始拆除一架空客 A350 飞机和一架 A320 飞机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用拆飞机的办法来维持其他民航飞机的正常运营。但是这么搞下去也非长久之计，因为大客机有些部件是损耗品，必须居于全球的供应链。俄罗斯航空运输署日前透露，中俄两国有意在民航飞机以及零配件的适航认证领域展开深入合作。也就是说，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俄罗斯客机的零配件供应商，帮助俄罗斯维持其机队的正常运转。目前，中国自行研制的 C919 客机经过长时间的适航取证试飞，中国民航局将要给其颁发适航证，并且正在获得其他国家的适航认证。那么一旦 C919 飞机取得了适航证，那么该机的一些系统和零部件就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。但是 C919 飞机上的很多系统部件并非都是中国研发生产的，有一些是从全球相关企业购买的。如果是中国自己研发的，那么取得适航证后的 C919 飞机上的这些部件可以提供给俄罗斯，但是还要跟俄罗斯的民航客机相配套才能使用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无论中国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民航客机的相关部件，那么他现在所采取的拆掉几架飞机以维持其他民航客机的正常运营，对俄罗斯民航业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？其实这是有先例的，伊朗航空公司已经这么做了。据了解，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，但是对它整个民航业的运营还是会产生较大的影响。为了将这些影响压到最低，俄罗斯的民航部门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取关键性的零配件，而这些关键零配件又必须是经过适航认证的。因此，即使是中国能够帮助俄罗斯民航局，这种帮助估计也是有限的，因为 C919 客机和 A320、波音737系列客机比较类同，但是由于我们研发的时间比较晚，采用的系统和零配件跟空客 A320以及波音737不一定全是一样的，因此俄罗斯的民航部门还必须找到适配的零配件，才能保证其民航机队的安全飞行。不过一旦中国的 C919 客机取得适航证，正式投入航线使用，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很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C919 的国产化率。那么如果 C919 客机的国产化率不断的改善提升，那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国产零配件提供给俄罗斯的航空企业。那么随着时间推移，对俄罗斯的帮助也就会越来越大。当然，这些关键性的零配件是否会取得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，依然是一个关键。否则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这些民航客机依然只能在国内航线使用，而不能飞向全球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